今天咱们跑个小长途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前面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，也就是没有灯指示的一个左转路口，车流量还算挺大的。是不是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呀？我们的萝卜快跑啊，谷歌的无人出租车呀，不都运营了好几年了吗？他们都已经做到无人驾驶了，都不需要司机了，这个安全性，这个效果不是已经非常好了吗？为什么这么多车企，包括特斯拉，都没有做到无人驾驶？他们为什么比他们差？今天这个视频就能解答这个问题。很简单，目前的无人驾驶出租车，他们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去运作。你要从这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包括美国的谷歌的无人出租车也是，它连城市内的高速路都无法去走。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是因为他们走的高精地图加激光雷达的方案，它类似于在那个区域给你画了一些轨道，你画完轨道的地方它可以走，当有的地方没有画轨道，它就无法去启用，无法去运作。这2天出了一个大事儿，某电车在高速出了事故，然后烧死了3个人，非常非常的痛心。这个事故出了之后，很多的智驾方案都去测试，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的难的。那个事故应该都看了，就是高速修路封闭了一边的车道，通过设置锥筒啊，那个红色的水马、塑料水马呀，导流到了对向车道借道去通行。这种情况对特斯拉的 FSD 来说是非常简单的，它和前面的路变成了一个弯道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它只是本应该一条直路变成了一个弯道。咱们车在路上跑，到处是弯道，那为什么其他的方案都感觉比较难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地图太依赖地图了。最早期除了特斯拉，所有的智驾方案都是依赖高精地图加激光雷达。现在虽然都是无图，但是他说的无图并不是和特斯拉那种不依赖地图，只是说不需要原先的那种高精地图，但是它也需要一个地图，这个地图肯定权限是非常高的。这就是在没有地图的地方，那些智驾是完全无法开启的。包括我这一个视频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市区的这种普通路到高速路，到下来之后的快速路，到市区的路有拥堵。因为今天下午清明放假，就是那些智驾如果走我这一段路，得有多少时候会降到 LCC， 退出所谓的自动驾驶，降级到车道保持。为什么会频繁的降级到这个自动驾驶的级别？就是因为它那一段路的地图信息不够，不行。再说回来，为什么这边封路导流到逆向去通行一段，那些车都很难完成的？就是因为它太依赖地图了，它不允许它的车到逆向车道去逆行。到了逆向车道之后，就和没有地图，不单单是没有地图，比没有地图还要严重。特斯拉的 FSD 是真的有路就能开，甚至没有路，在草坪上，在自家的院子，只要你院子够大都能开。你临时在山上挖了一条土路也能开，它是真正的看路不看图。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接管？他要去走右侧压线，去走右侧，这个应该是自行车道。咱们这个视频如果我接管的位置，我都会说为什么接管。其他的时间我用快进吧，因为很堵车，全长是1小时43分钟，平时走这个就是1小时多一点就到了，很堵。它本身是选择了稍微远一点的路去走，可能就是通行率更高一些，但是又发生了事故，前面有事故造成了堵车，所以说整个过程很堵。特斯拉从开启 FSD从来都不存在所谓的退出，从来都不退出，不会退出，也不会降级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级别，不管什么路。我认为这是辅助驾驶或者自动驾驶最基本的，你不能降级，你不能降到 AP， 不能降到车道保持。特斯拉目前的问题我总结一下：走错道、压线、超窄路段、过度的礼让行人当然这个可以踩电门来控制自己想要的速度。
再就是有些超窄的地方，它可能会过不去，其实也能过去，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踩电门的话，可能有碰撞的风险，因为不是他要走的。再就是红绿灯识别错误，红绿灯识别错误是什么呀？可能这个前面是红灯，他没有识别到，你距离那边30-40米是红灯，他没有开始减速，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减速，所谓的接管。或者本身识别正确了，是红灯，但是红灯没有亮起，可能旁边的人行道的绿灯亮起了，干扰了他要走，这时候我也要接管，这都没有危险性，都可以在我的控制之内。但是这是问题吗？很大的问题，期待他后面训练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认为他的自动驾驶做得非常的好，这么点小问题他肯定能解决，那怎么解决是他的事情了。我认为一个可用的辅助驾驶也好，自动驾驶也好，它最基本的是安全。你所谓的接管不能因为是它要碰撞会有交通事故的危险你才去接管，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。这个地方它减速减得稍微慢了一点，我稍微点了一下电门。其实好多人分不出来 FSD 还有 EAP 还有 AP 到底什么区别。今天我就说一下， FSD 是自动驾驶，现在叫辅助驾驶，它最终要做到自动驾驶。咱们看一下 FSD 的表现，它什么时候能做到无监督版，在什么时候能做到无人驾驶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前面刚才说的那些问题，就是它最多是不走了，在那停住了。到目前为止我开了4000公里，我没有发现一次说因为它要碰撞或者过路口说有风险我去接管的，最多的就是它要压线这种违章的接管。再就是没有倒车权限，然后掉头掉不过来不走了，再就是走错路了。走错路问题不大，他最终会自己送到目的地嘛。人开车走错路嘛，我是经常走错，走错了这个口，导航会重新规划嘛，再走呗。毕竟这是一个没有正规中国数据训练的一个版本。说一下 AP、EAP 和 FSD 的区别吧。AP 呢就是车道保持，就是你看路上有车道线，它就保持在这个车道内，如果没有车道线是无法使用的。而且那个 AP 只对车道内的行人、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、汽车，偶尔会有对小动物会处理，狗啊这样的。除此之外，所有的东西，哪怕前面是一堵墙、一个大石头、横在路上的一个钢板、一个大集装箱，它都不会减速，都会直接往上撞。那 EAP 呢，就是价值3万2的那个，它只是多了打灯变道，打个灯，能从这个车道变到右侧车道，这就是特斯拉的那个 AP 和 EAP 的所有能力。它没有太多的能力，知道吗？非常机械化，它完全和 FSD 不是一个东西。FSD 是什么？是完全自动驾驶，但目前的阶段是达不到完全自动驾驶的，因为有前面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。其实还有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变道逻辑不是那么完美。比如说高速上刚开始到了130，接近130、126、125，但是现在呢108，它没有很积极的去变道去超车，这也是它的问题。它可能会跟很长时间，这个东西是随它的性的。我踩一下电门上去了，一松开又回来了。当然我打个灯的话，它也会变道。我基本上不想懒得去按那个按键。再就是 FSD 为什么可以不扶方向盘？因为 FSD 目前没有什么危险，真的不需要去扶方向盘，所以 FSD 才能过审。我们国家的监管部门如果不扶方向盘有风险，它能过审吗？但是特斯拉的机制是检测人的注意力，你是否在盯着前面的路况去看。我做了测试，是眼睛离开前面，比如说你低头看屏幕看手机，超过5秒就会开始提醒，那超过几秒就会静音一次，那我就没去试了。咱们去保证安全都要看路的。好，今天就聊这么多，然后后面如果我有接管的话我会说话，没有的话我就不说话了。然后后面我使用3倍速播放吧，然后后面如果有堵车呀有接管呀，我会就是正常速度去说。
这个地方我为什么接管呢？他想走最左侧的这个道，虽然车少，因为他看到车少，但是呢，最左侧的道是人工加 ETC， 也可以人工，也可以 ETC， 也就是说它的速度肯定没有这个纯 ETC 的通行的速度快。当然不接管的话可能是更好，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，这个算是无影接管。但是呢，很奇怪，就我这个道前面有个车交易失败，那没办法，这个又堵住了。我又打了一个灯，让它往右变到右侧的这个道去加塞到右侧去通行。说实话 FSG 现在是不识字的，他看到这个 ETC 是绿灯，他可能会去走，看到黄色的也可能会去走，就是大概率是走 ETC 的，但是不完美。你看前面已经变成红色了，这个就是已经交易失败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就打了个灯，让它到右侧去这个道了，因为这个道已经不能走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种高速的出入口啊，有一定的概率是走错的。比如说走到那个道是人工吧，我是 ETC， 是不是？或者是有些人家就是人工，那他就不知道，他又没有说你告诉他，你要走 ETC 啊，走人工，他自己可能也分辨不大出来。所以说这个情况它可以说不是完美的。那刚好呢，我有 ETC， 它基本上也都能走这个所谓的绿色的这个 ETC。然后这一段堵车我使用2倍速去播放。现在还是使用3倍速播放。这个地方呢，我接管了2次，他想压实线去到左侧车道，这个隧道里边右侧是虚线的，但是左侧这个道是实线，
我连着接管了2次，因为我一开启它就想去左边去左侧，一开启想去左侧。那后来我就稍微开了一下，然后又开启了，它就没有过去了，它忘了右侧。这个接管必要吗？必要的。有可能被扣分，但是呢，如果分多的话，也可以不接管，因为它是保证安全去变道的，而且它会提前打了转向灯告诉你了，所以说我有时间去接管它，制止它的这个违章行为。好，恢复3倍速。
这个地方是一个汇入路口，2倍速播放吧。说实话，我没有搞明白右侧这个车在干什么，我以为事故没有，就摆了追藤在这个路口，导致了这个拥堵。下面恢复3倍速。
这一段为什么在左侧两车道一直走啊？右侧走得很快，因为右侧是下这个主路的，我们要在左侧排队去在主路上走，所以说这个是正确的。
这个地方要说一下，前面到目的地了，但是过来之后在右侧车道是非常好的，但他没有到右侧车道，不知道是后面来了几个电瓶车导致了他变过来的还是什么原因。然后呢，前面是进这个车库的，然后又堵住了，就是他在右侧的话就走了呀。我们就是要走右侧，前面到了呀，你看这个地图，就前面到了右转就行了。他反应过来之后，发现这边不走，然后又要过来，但是这个距离根本就不够，过不去。然后等在前面走了一点，他才过来。这也整个过程已经结束了。我们前面右转一下就到了这个设定的目的地了。那么大家看一下，离无监督板的还有多远？这些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？好的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